在贵州的群山之巅，海拔1800米处，藏着一座与世隔绝的神秘房屋。从高空俯瞰，四周全是连绵起伏的大山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这里竟隐居着一位年近90的世外高人。他孤身一人在这里居住了30年，将尘世繁华尽数抛却，过起了神仙般的隐居生活。想要抵达这里，更是难如登天。我们需要穿越原始森林的幽暗，踏过蜿蜒崎岖的荒径，才能抵达这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。如今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，如何在这绝顶之上自给自足？又是什么让他甘愿与孤峰相伴半生？跟随我的镜头，一起去揭开这段跨越30年的隐居传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乐。现在我来到贵州正安县的大山里面。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处建在山顶上的建筑，上面他居然还居住着一位老人。那位老人马上就要90岁了，他一个人住在上面，生活还能自理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但是我们想要到的那个地方是真的特别的不容易啊，我感觉最少要走2-3个小时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出发吧。这路的两边全是这种竹子，这种竹子看起来很小，它是这当地的一种特产，叫方竹。这种竹子它只会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，所以说对生长环境它还是有要求的。现在竹笋的季节好像是已经过了，我没有看到这里面有竹笋。我们上去也不知道要走多久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，现在是11点35，看一下我们一会儿几点能到达山顶。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山。这条路是泥巴路，但是有人走过的痕迹，可能是他们采摘这些竹笋嘛。因为这满山遍野啊，全是这种竹子，好多呀，到处都是。其实走起来是挺好走的，只不过是一直上山还是比较累的。这里面阳光也是照射不进来，还是比较凉快的。如果要是在那种露天里面走的话，这种太阳很大的天气会特别的累。走在这种竹林里面还是挺舒服的。一个人走在这种原始林海里面还是比较吓人的，因为这里它是没有人居住的，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些鸟在叽叽喳喳的叫。哇，前面看到一个什么东西？这啥呀？哇，癞蛤蟆吓我一跳啊！真的，跑下去了，这家伙。现在是夏天啊，这种地方可能有蛇。在这个路上，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竹笋，它这个竹笋应该是比较晚一点的那些，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竹笋。这个是很小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走多久啊，一直在穿梭在这种竹林里面，因为也看不出去，看不到外面在哪里，只能看到全是这种竹子。不管它了，一直走吧，反正它这里面就一条路。哇，这里面的壁虎真的超级多，全是壁虎。我们放大看一下，哦，这家伙跑了。说实话，一个人走在这种地方还是比较舒服的，因为它这里面的空气特别的清新，心情很放松的，没有任何的杂闹声，只能听到鸟的叫声。而且这里面也是特别的干净，因为这种竹子里面嘛，它也没有特别多的那些树木啊，那些杂草。走到这里，我们看到有一条溪流，这个水应该是从山上流下来的。这个是山泉水啊，特别的清澈。我也不知道还要继续走多久啊，一直穿梭在这种竹林里面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嘛，这个竹林里面也是挺奇怪的，它基本上只有竹子，有一些少量的树木，但是那个树木啊，它长得又不是特别好，基本上全是竹子。我走了现在应该快40分钟了，到处都是这个竹子。他们把这些竹笋啊，然后采摘之后给它搬运下去，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个是啥？
白色的桩子。电网，哇，在这个大山里面，难道有电缆从这山里面穿过去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居然从这个大山里面穿过，这工程量也太大了吧！现在我们可能到半山腰了，我能感受到有很大的风一直在吹。山顶上那个风会更大，因为这里的海拔也是比较高。这个地方好舒服啊，这路上特别的干净，感觉经常有人走动。这两边也是这种竹子，而且这里面非常的阴凉，特别的凉快。主要是走在这里面，舒服倒是蛮舒服的，就是看不出去，上面全是这种竹子。反正一路走上来就只能看竹子了。一会儿我们到达山顶，就能看下方的风景了。这个地方是这附近最高的一座山，它也是山形的交界处。哎，这边上有一个建筑，石头垒起来的。这里有3尊雕像，木雕像。这里还插了一个橘子。它这边有2条路，我感觉应该是走右边。我看看左边这里是干嘛的。左边这里也是可以过来的。这边上就是岩壁，非常的垂直。那个上面好像是蜂蜜的感觉，蜂巢就是，有一点点像。不管了，我们上山吧。这岩壁上还写了4个字。写的是“典元圣境”，这上面应该是一座寺庙，可能快要登顶了。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下面的风景了，全是这种原始森林，非常的壮观了。这里的自然生态也是特别的好。好，我们继续上山，因为这个大山里面一路走上来，一直都有那个鸟的叫声。走到这上面来呀，就没有什么竹子了，它全是这些树。这些树也不是很大，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嘛，特别的冷。这些树它也是长不大的。好像是快要登顶了。这里有一棵果树，这棵树很漂亮啊。你不要看它比较矮小，这棵树我感觉最少上百年了。看它这个根就能看出来。我们来看看这棵树，它真的非常的漂亮啊。感觉像那种盆景一样，它这个是自然生长的，没有人给它浇饰的。我看到这边上有一堆柴火，这应该是那个老人捡的柴火，他还没有搬运上去，因为这上面没有通电嘛。他做饭呢，全是靠这个柴火，应该快到了。哇，这个地方就快要登顶了，这个位置好漂亮啊！我们看看天空，蓝天白云。这个地方真的有那种武侠风的感觉，这个位置。走上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铁皮房，这是干嘛的？这里面好像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过来看一下，这是个厕所。哦，这里面有一张床，是有人睡觉的地方。你看，我看到了啥？煤气罐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居然有人把这个煤气罐拉上来。这上面有电吗？它这里面是有电灯的，居然有电线。这可能是太阳能吧？这天上有好多的老鹰在飞啊！看它这个电线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拆掉了？你看是断的这根线。这里上去就是了，我都看到屋顶了。这条石梯路也是看起来很有年代感了，我感觉最少几百年了，它都已经清洗了，而且上面长满了青苔。不知道在不在家呀？
终于走上来了。这边上开阔了一块土地，应该就是老人平时在这里种菜的。这边也是，这里还有剩饭，这上面就是那些鸟过来吃了，它吃不完的剩饭。这边有一些石碑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都看不清楚了，风化的特别严重了。我们来找一下落款。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这里还有一些太阳能。这边上这些全是石碑啊，这估计都是一些捐赠人的名字。这里还放了很多的瓦。老人家你好，你好大年纪了？有88、9的。哦，88、9了。你一个人坐在这上面吗？我是一个人坐在上面了。那你89了，都快90岁了，生活还能自理啊？自己做饭吗？是个了。那平时你吃啊米呀、菜那些从哪里来呀？吃完米嘛，就是这八角坝的粮海，当我拉在这边儿，大概放在的，哦，那个放在的来背那个我。你自己去背的啊？我自己去背的啦。哇，这个路不好走啊！你都89岁了，还能上山下山背东西上来，真的不容易。了，哎，我不上去住了，你还要维持生活了。哦，哎，那菜也是从啥下面背上来啊？菜也是6点背去上不来。哦，你多少时间下去一次啊？反正10天半个月都下去一次，15天就下去一次。那你下去一次要走好久啊？平时走几个小时？下去恐怕要走2天喽。 2天。那天粮还要送我了，那车子。哦，意思是你今天下去，明天再上来。哎。哦，反正慢慢走嘛，因为10多年你到了嘛。哎。因为我们年轻人上来走上来都非常累，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陡，这个上来这个路。那这上面有水没得啊？因为这个已经到山顶了。有水都在这。你们刚刚上来一翻平了，刚过去，在这边有个弄洞哦。哦，那里个水井是吧？有哦。那你自己去挑上来呀？提杆过。你还提水？腰跟痛啊，过提杆那罐罐。那罐罐慢慢提啊。反正一个人的话，就是平时煮饭啦、洗脸那些用点水哦。上来了。用不到好多水的。那我看到上面有电灯，这上面是有电吗？电的嗦。那个是啷个意思呢？我把个驾驶你听。这是张贵妃给找到的。你这边我指你嘛。这个都是张贵妃的生殖场那个。都喊你哪个啦？上乌龟袖条的把这边这个房子是乌龟袖修的了。这下面这个房子，这个铁皮房。他就把个沙树的脚挖来都啷了。都上个跪在地下都起来不到，转起都死啊那个。你意思他把这棵树挖了是吧？这些户主在这里看见，你眼睛你不看见他，他看见他，挖回他的叔叔，他都弄他个有个老嘛。你意思他把叔叔挖了，这个地方修了个房子是吧？然后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是吧？他就把他叔叔也挖了，他都也不说，他都他个人呀，霸道心子恨他啊，可不行说我们。福州寨的风水术风水术都是属于哪呢？一来把风，二来是风景好看。都是这个意思嘎。所以把这个房子都也不是霸道就好看嘎，是这个意思嘎。所以说我这个点东西，你随便哪个人拿。他呀，你去干长期噻，他还有人照顾啦。你不看见他，他看见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是封啊神的嘛，要不他都抢人那个，哪里去干长，哪里去，也不是哪里干长，哪里照顾噶，还不是啊？那你在这上面住了多久了？将近
将近都是30年了的了。2、30年了，那我也是我60几年的了。 60多岁就上来了。 67、8上来了。那你现在89岁，身体还是蛮好的啊。但是上面就是比较冷吧？啊，有点冷吧？冬天的时候应该很冷吧？一到冬3个月，那个菱角，就那个有我掉下的菱角像这个深。哦，它就挂在那个屋檐上哦。这个那个就慢慢掉下来的。哎，哦，那你取暖的话，就是靠这些柴火。我是要烧柴哟。嗯。你不烧柴呀？不烧柴那啷个做啊？啊，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。哎，上去。靠取暖这些，因为这上面海拔太高了，这个地方山特别的高。啊？这个山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它风又大，高的时候是冬天的比较冷。摆个道理的那小伙子，都不管你一个人在这儿来。神仙他是估高人的事了。哦，就啷个有像这样说的？他做的房子，他比凡间的人要高点了。啊是啊，他一般都住在这种云海里面，就云端那他种。坐在这个云端上了。啊，这是不像好多海拔嘎。这个地方海拔，一会儿我查一下吧，我估计应该1500以上吧，这个地方的海拔，可能在1500以上。那这座寺庙有好多年历史呢？啊，这座寺庙的历史啊，有好多年了。这个历史噻，我估计的，不是我估计哈。恐怕是汉朝时候，汉朝将军多过呢，恐怕是那时候。汉朝时期啊，1000多年了。啊？1000多年嘞。反正它这座寺庙就是最开始起源地就是汉朝时期啊，然后后面应该翻修过很多次了。就是翻修就是重建嘛。翻修这都谈不完的清楚。哦，那肯定谈不完，因为这个现在汉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。我在这里头啊，有个已经头次是挖，挖个子挖一烂呢，挖下去一烂了以后，我又买胶板板，我都来翻修这一次2次了，你们你都翻修了2次啊？挖的这个年头谈老师，就是阿姨就像你们底下盖有哇。盖1年把2年了，那个泥砸成沙，你没到看了。我们到这里面来看一下。刚才也是跟这位老人家打招呼的，他也是愿意的。这里有一个柜子，这柜子看起来非常的有年代感了。这边上这些是棉絮吧？这里有一个，这是石鼓吧？上面有很多的香灰。这里有2个。这应该是住持石吧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可能是吧。这边上这口是水缸，但是水缸好像没用了，因为那个老人他去下面提水，他每次就用那个瓶提来一点点过来做饭。这里就是菜板，这里还有1颗包菜还没吃完，这里面可能是厨房，但是这个灶头已经破损了。他应该没有在这里做饭了。边上这里有个柜子，里面放了很多的碗。我们到这边看看，这里面全是这种很大的这个条石，这个石头真的特别的大，我感觉这种最大的一块最少有上千斤啊！古人他们是怎么把这个石头垒起来的？特别的不可思议啊！因为以前那个时候也是没有机器的。就算现在有机器，在这个山顶上有不同公路，你拿不上来的。这里也是，全是这些很大的石头垒起来的。我们去看看外面，这里有一块碑，上面写的是三界名山。现在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，这右边这里还有一个房间。这里面是空空如也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居然有鸟，鸟在这里筑巢了吗？对，这里应该是鸟在这里筑巢了。我刚才看到一只鸟飞出去。我们看看外面吧。这里有一口钟，这颗钟看起来非常的有年代感了，这里都破损了，感觉有些年头了。这里这个是麒麟还是狮子？头部那里已经破损了，看不清楚了。
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柱，它是以整根那种石头雕刻的，特别的神奇啊！我们看这上面，这个非常的少见，平时我们看到都是木头这样子雕刻的，它这个是石头，很大的一块石头，整块的。这里放了很多的米油，这里面也是供奉了很多的雕像。你看这个石柱，特别大，有2根大石柱。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挂了一口钟。这上面最神奇的就是这个蜂巢，它这个蜜蜂，老人说它是自己来的，而且它也不会蛰人。就是我现在嘛，已经很近了，拍摄在这里，它也不会蛰我，特别的不可思议啊！它自己跑到这柜子里面来。这种蜜蜂它是可以产那种蜂蜜那种蜜蜂。我们看看这边，你看这些石头都是有雕刻的，雕刻的有花纹。这栋房子基本上全是石头垒起来的，就上面盖的就是现在翻新的嘛，这些石头就是以前留下来的。我们看看这里，这是猴子吗？这里也是被熏得很黑了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厨房，老人在这里做饭的。他吃的是那一些面条，还有一些肉。哦，他那个肉是放在油里面的，这样的话可以保存起来。因为它这上面是没有电的，现在以前好像是有电，现在没有了。它放在油里面，它可以保存的更久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碑。这里面也是有灶头，哦，好像他就是在这里做饭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也不是，这个灶头也是塌掉了。这里放了很多的木材，那他的厨房应该就是在这边上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被熏得特别黑，因为烧柴火嘛。对，这里他就在这里做饭的，这里面很黑啊。睡觉的话，应该就是在这边上吧。老人真的是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，特别的让人敬佩，真的。他一个人89岁了，还住在这上面。89岁，生活还能自理，而且他这些米啊跟油啊是他自己下山去背的，只不过他始终年纪大了嘛，会走得很慢。假如他今天下去的话，他要第2天才慢慢的背上来。他走上来，他要差不多走1天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。这里还有一个雕刻，这上面有电线，以前这个地方是通电的。这边是2楼，我们上2楼看一下。你们在这个山上那里都不能行嘛，啷个？哦。辛苦的人嘛是几天的。啊。那人没有吃饭，没吃了。饭我吃了上来的。你说外面都不着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做到。哦。你看啊，这个像你照出的好看嘛。哇，这里风景是漂亮啊。这些你看观下来，它是啷个啦？这位老人家都89岁了，身体还是挺好的。这么陡的梯子，他都能每天上来下去。他要上来很多次。这个地方特别的窄。这些地方你都放的有饭哦。每个地方都放的有。哦，这个位置就是后门了。这位他是这个意思了。
它是菩萨是人修的了。哦你这个人吃饭你还不要限他了，哦哎，还不是要限个。哦，就是如果吃不完的话，就放在外面用来喂那些鸟儿嘞，就那些喂，就是吃不完的话就放在外面喂那些鸟，是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反正也不会浪费的，就是。因为是，还有雀鸟嘛，还不是一条灵喽。是啊，它也是森林嘛。刚才我跟这位老人又沟通了一下，它的上面这些顶现在还可以用的，只是冬天的时候下雪，这上面冻起来了嘛，就是冬天的时候是不能用，它冬天就需要用那个太阳能灯。你敢相信吗？在这种大山上面居然通电的，电网真的是太给力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下山吧。下山我感觉挺快的，应该1个小时就能到山脚下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